大哥，他会不会是修士啊？聂怀桑看着周围的刑具，细看下都有使用过的痕迹，一般人根本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吧。这花纹自是修士，这家族服饰是浔阳李家，只是不知道这是李家何人。聂明觉回答道。聂怀桑把话在嘴里转了一圈，又吞了回去，但又想到大哥也能看到，便换着花样提醒道：大哥，这道纹我有点不敢认。聂怀桑，当聂明觉看到聂怀桑手中的刑具，本来想教训的话语戛然而止。金星雪浪，兰陵金饰。聂明觉沉思片刻，怀桑，你带几个方便携带的刑具放身上。聂明觉转身就想背起死者，半点也不嫌弃对方散发着恶臭味，可是被聂怀桑给拦住了。聂明觉看着阻拦自己的弟弟，很好，又想打弟弟了。如果没有让人信服的理由，聂明觉一定会在回到家后攒着次数一起揍。大哥，他的手脚都是断的，你一背就会散架。聂怀桑蹲下身子，用扇子的一端挑起一根细不可见的线绳。聂明觉再次巡视四周，看看有没有能用的家伙事，得想个法子把人带出去。聂怀桑也乖乖地等着大哥发话，大事还是得听大哥的。一时间屋内陷入了沉默，只有噼里啪啦细碎的烛火声。怀桑，要不……聂明觉还没把话说话，就见聂怀桑像只猴一样窜得老远，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大哥，我这怀里已经揣了刑具，你让我抱着那兄台的断手断脚也不能够啊，没地啊。聂明觉看了看一脸拒绝的聂怀桑，果断地脱下自己的外衣，遂将那些细线挑断，将逝者的手脚放在自己的外衣里包裹了起来，然后给聂怀桑递了过去。聂怀桑，这样给我拿着。哦，什么味？聂明觉正打算再说些什么，忽的一股刺鼻的味道充斥了鼻腔，不好。聂明觉迅速背起死者的身躯，怀桑，赶紧走。两人急速朝着门口奔去，然而下一秒梁木因着大火烧毁了一端，笔直地砸了下来，挡住了二人的去路。聂怀桑面对熊熊烈火，忽地想起了那留在桌子上的半截断指，心底就是有一个声音告诉他那很重要，甚至比那具尸体重要。聂怀桑看着大哥利落地跳跃坍塌的梁木，回头大吼：聂怀桑，愣着干什么？快跑！是哦，生死一线，自己在干什么？聂怀桑深深地看了那张桌子一眼，迅速做出决定，撒着脚丫子狂奔到木桌旁，薅起断指塞胸口里，然后带着手里的残肢与刑具一起跑路。滋滋，聂怀桑惊恐发现这地方竟然有油，拼尽老命，用尽平生最快的速度往外跑。呼呼，两兄弟各自平息着自己的心态，看着被火海吞噬的村落，双双陷入了沉默。大哥，如果这件事是金宗主……聂怀桑看着眼前的大手笔，直接将一个村落烧毁，那么多村民因为怨气丧生。聂明觉背上的重量和眼前的火海提醒着他，此事绝不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聂明觉难得深沉地看向近在咫尺的金鳞台，怀桑，我们先回清河，此事作恶者必须抓出来，不管是什么人。金鳞台，牡丹花在凌厉的浇灌下开得正旺，随着风尽情地舒展着身姿。兰陵金氏的家纹就是牡丹纹，白牡丹，花中富贵者，金贵就是金氏的代名词，一土一木，一花一草皆能从中了解一二。别看金鳞台富丽堂皇，可背后是藏着数不清的黑暗。金光瑶自射日之争结束后，一直待在金家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有些时候也会想一走了之。可是有些地方不是想走就能走的，欲望之门打开后，又怎么可能轻易关上？金光瑶解下自己的帽子，端正地跪坐在一块灵牌前。金光瑶每逢遇上棘手之事，都会到母亲的灵牌面前静思，许是因为母亲的灵牌会给她一种母亲仍在自己身边听自己说话的感觉。金光瑶手里拿着的一本册子是金光善刚刚交给她的，这册子名单上之人或多或少与金家有了摩擦，或有直接的利益冲突。金家是四大世家之一，在射日之争各大世家都极大受损的情况，并未出力多少的金家隐隐有了为首的趋势。金光善是一个野心家，他可以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不择手段，所有可能成为阻力的存在都会被消灭。当然，有朝一日如果阻力是自己的儿子，金光善也不会丝毫手软，
毕竟穷其到一个儿子的命患夷陵老祖的事还历历在目，自己想要好生离去，大概是不可能了。金光瑶将册子摊开放在阿娘的灵牌前，不断思索着对策。名册上的宗主有些还是姑苏蓝氏和清河聂氏的附属家族，都是与大哥二哥极其熟络。名单上之人消失是必须的，可是消失的方式得想想了。金光瑶看着属于姑苏蓝氏附属的那几位家主，眼神不断变化，因为他们上名单的原因格外讽刺，污言秽语辱骂金家。若是换个理由，金光瑶还能高看父亲一眼。这个污言秽语、辱骂几个字的笔墨都格外重些，晕开的墨色似乎能看见写这字的人有多气急败坏。